大家好，我是独魂。上期视频我们为大家聊了聊新大陆的头胆贼骚鸟，并提到了它的外观设计大体可以看作是长着渡渡鸟的头部，加上早期无语复原形象的驰龙类身体。但尽管有着一个并不像鸟类的身体，且全身上下几乎没几个羽毛，骚鸟却已经是本作登场的5种鸟龙种中外观最有鸟样的了。像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它的大体造型可以说完全就是一只驰龙类。没错，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新大陆的精神迅猛龙，麓珊瑚台地的首席摄影师，当地远近闻名的贝壳收藏家炫鸟。老样子，我们先从生物分类开始。根据树状图可知，炫鸟和我们上期的主角骚鸟在分类关系上非常接近，双方同属走龙项目的夜鸟科。炫鸟的日文原名为 Tiziyaku， 其中后半部分 Yaku 我们上期已经探讨过了，极有可能是来自有着厌恶、恶心意思的 Yark， 而前半部分的 Tizi 在日语中则有着不知不觉的意思，想必是指代游戏中玩家和其他生物被炫鸟的闪光照射后失去知觉，陷入迷乱的状态。除此以外，有说法认为这个名字可能还联系了阿兹特克神话中的女魔神奇奇米特尔，日语发音为 Tizimidlu。 在神话中，奇奇米特尔有时会被描绘成生活在黑暗之中，与太阳作对的邪神，影射了游戏中我们被炫鸟的闪光照射后暂时失明的情况。所以如果直译的话，我们可以将其译作炫光夜鸟之类的，而官方中文则直接译作了炫鸟，个人觉得挺合适的，简洁明了又不失原意。根据设定集的描写，一般个体炫鸟的体长为 8.94 米，高度则为3.51米，这个体型和上期的主角骚鸟非常接近，放现实中大概是牛龙级别的体型，而游戏中的大型体型则能长到 11.17米，同样是比异特龙还要庞大的存在，再次说明了怪猎的生态系统究竟有多吓人。游戏里中小体型的怪物放现实中都是能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基于炫鸟和骚鸟在怪猎生物分类上属于同科亲戚，因此它们的外观自然有很多共同点，直观对比双方的测试图就能看出，它们头身体部分的建模相似度极高，除了颜色和部分细节上的差异外，简直是一模一样。无论是同样上翘的第二指爪，身体侧面和背部的多排尖刺，还是下巴处膨大的喉囊，均是如此。为数不多较为明显的差异，就是炫鸟小臂上附着的飞羽要比骚鸟稀疏不少。建模如此接近的同时，双方的动作设计同样高度相似，无论是行走的动作、喝水的动作、休息的姿势、睡觉的姿势，乃至部分攻击动作均是如此。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炫鸟可以说就是骚鸟的换皮怪。不过考虑到设定中它俩本就是同科亲戚，因此个人觉得这种程度的换皮完全可以接受，总比明明一个鸟龙种一个飞龙种，关系相差甚远的独羊鸟和浮空龙却长着极为相似的身体要来的合理。看吧，甚至连炫鸟本尊都看不起浮空龙这档次的换皮怪。鸟龙种，鸟龙。如果说骚鸟还是一个鸟类和飞鸟恐龙结合的形象，那么炫鸟身上就真的几乎完全看不出鸟的影子了。不同于骚鸟长有鸟喙的标准鸟头，炫鸟的头部则具有上下颚的典型兽脚类恐龙脑袋，使得其整体外形基本就是个标准的无羽驰龙类造型。顺带一提，我们可以看到炫鸟的吻部末端到鼻骨上方被一片明显的角质所覆盖。巧合的是，现实中的确有恐龙具备这一特征，并且就来自最著名的霸王龙。过去曾有学者在多具霸王龙的头骨化石上发现了大量可能来自同类的咬痕，进而推测出霸王龙种类之间或许存在互相啃咬对方面部的行为。一些科学家便据此推测霸王龙的鼻骨上方可能长有防御性的角质凸起。那么据此，我们可以大胆猜测炫鸟同类之间或许也会进行类似的互动，只是游戏中未曾展现。当然，或许会有小伙伴认为这些角质的存在代表着炫鸟将在未来和骚鸟一样演化出鸟喙，但我个人是不赞同这种看法的，原因后面再说。提到驰龙类，那就不得不提那部教科书般的经典恐龙大片《侏罗纪公园》了。电影中身披鳞片、行动敏捷的迅猛龙，无疑给大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乎成为了驰龙类的代表形象。以至于尽管现实中的驰龙类早已被证实披有羽毛，但是哪怕到了现在，依旧有不少作品中的驰龙类形象在有意无意的致敬这一经典造型。我想这时候弹幕肯定有不少小伙伴在急着科普有关迅猛龙这一中文名的争议和其恐爪龙身份的乌龙了。关于这
这些，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的这期视频，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如果你暂时不感兴趣的话，那么只需知道我们本期视频里所提到的迅猛龙均是电影中的驰龙形象即可。说回怪猎，毫无疑问，血鸟的外形设计极有可能是源自侏罗纪公园中的迅猛龙，至少也是高度参考于此。它们和电影中的迅猛龙一样，全身披满鳞片，身手敏捷，行动迅猛，前后肢均长有锋利的直爪，其中后脚上翘弯曲的第二直爪尤为显眼。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和习性的不同，血鸟对第二直爪的运用明显比骚鸟要熟练。游戏中的骚鸟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对第二直爪的运用，它们战斗时习惯使用鸟喙啄击和前爪挥击，而不会用脚踢击。在遇到坡壁的时候，它们也往往是直接跳上去，而不会使用直爪攀爬。相比之下，血鸟在战斗中则会更多的运用这一第二直爪，它们会使用亮蹶子式的后踢以及帅气的腾空飞踹。在猎杀它们最爱的猎物方翼龙时，因为使用第二直爪将猎物一击毙命；而在攀爬高处时，血鸟也会使用第二直爪辅助攀爬。设定集中特别提到了它们会使用利爪勾住藤蔓进行攀爬。那么现实中的驰龙类是否也会这么使用它们的第二直爪呢？答案是肯定的。先说战斗这块，大家不妨想想驰龙类为什么要将第二直爪抬起来行走呢？显然是防止直爪在行走时和地面摩擦导致磨损变钝，为了保障直爪的锐利才做出的行为。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参考当代的猫科动物，它们的前爪普遍具有伸缩能力，在地面行走时往往会将爪子收进肉垫中，为的就是防止行走时爪子遭到磨损。因此目前学界的主流说法认为，驰龙类在狩猎时或许会像当代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用锋利的爪子勾在猎物身上，起到控制和压制的作用。与蒙古戈壁中出土的著名化石标本搏斗中的恐龙也印证了人们的这一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化石中的林盗龙正伸出后脚，试图使用第二直爪来攻击对面的圆角龙。不过这里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驰龙类的第二直爪虽然足够锐利，但锋利度远远不够，因此它们虽然能用第二直爪刺穿猎物，但是想要进行切割却非常困难。观察血鸟的第二直爪，我们也能发现其边缘并不锋利，理论上切割能力应该不大行。所以个人觉得血鸟与其像游戏中那样直接用第二直爪毙命方翼龙，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上前先用利爪踩住挣扎的方翼龙，然后再一口咬死。当然了，从视觉效果来说，血鸟爪子划拉猎物一击毙命的动作明显要比嘴咬更加帅气，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血鸟不会将吻部演化成喙的原因。骚鸟之所以将吻部演化成鸟喙，是为了方便啄破蛋壳，而血鸟作为一个典型的掠食动物，肯定是核武器加尖牙利齿来的更有效率。那么第二个问题，现实中的驰龙类是否会使用第二直爪辅助攀爬呢？对此，有科学家专门对恐爪龙的第二直爪进行了内弧度测量，得出恐爪龙的直爪内弧度达到了160度，这已经超过很多树栖鸟类的爪子内弧度了。同时，2006年的一篇研究报告还提到说，未成年恐爪龙的前肢比例和成年个体存在形态差异，暗示幼年个体和成年个体可能会存在行为上的分化，例如爬树。进而推测一些驰龙类在幼年时期可能会为了躲避敌害，选择通过爬树来保护自己，而当它们成年之后，便不再有此类需求，因此便丧失了爬树能力。考虑到陆珊瑚台地有着大量高低错落的地形，因此血鸟一直保持着攀爬的行为能力也就不奇怪了。与此同时，在野外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血鸟走着走着便用脚趾划拉一下地面，随即留下几道爪痕，以此标记领地范围。基于我们前面提出的血鸟需要像驰龙类那样保障第二直爪锋利度的观点，因此理论上血鸟在使用后爪标记领地时，应该只会用着地的2根直爪划拉地面。但游戏中一共只有4根脚趾的血鸟，却能在地面上留下6道爪痕。好吧，这个细节想让人家做出来，确实有点吹毛求疵了。而除了锋利的爪子，血鸟还有一个现实驰龙类所不具备的秘密武器，那便是它头顶的发光膜。游戏中，当血鸟撑开发光膜后，便能散发出刺眼的强光，制止对方暂时失明。由于此招式释放时像极了相机的快门，所以我平时喜欢戏称这招为照相机。3、2、1，茄子！如此好用的技能自然不能浪费。游戏中血鸟对发光膜的运用亦是炉火纯青。在捕猎时，血鸟会使用闪光照射空中盘旋的方翼龙，使它们丧失知觉掉落在地，随后再上前处决并享用。而在战斗时，这招除了能使我们苍蓝星陷入阴厥外，血鸟亦会使用这招对付像猫蜥龙、福寇龙这样的敌对生物，甚至哪怕强如萤火龙，中了血鸟这一招 flash 棒也得头晕目眩一会儿，为血鸟争取到开溜的机会。足以见得这一发光膜的威力之大。据设定集所写，
血鸟的这一闪光能力来自其发光膜上储存的特殊物质，这种物质受到刺激后便会发光，而血鸟正是通过控制发光膜的开闭来刺激这些物质发光，并提出这些发光物质的来源尚不明确，有人认为是其自身合成，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血鸟捕食了像飞天无毛这样具有发光能力的环境生物，这一设定就比较科幻了。据我个人所知，现实中并不存在哪种动物所产生的生物光能强烈到瞬间使眼睛暂时失明的程度，能称得上沾点边的，也就是像安康鱼这样使用生物光引诱猎物上钩吧。但这也不过是利用生物光进行捕猎而已，并不是使用生物光直接攻击。考虑到陆珊瑚台地这张地图的设计灵感来自于现实中的珊瑚礁，或许血鸟的这一生物光技能的设计灵感真的和深海中的一些发光生物有关吧。之前我们提到血鸟的外形设计大概率参考了侏罗纪公园中的迅猛龙，但血鸟或许并不只借鉴了片中这一种恐龙的形象。仔细观察血鸟撑开闪光膜的样子，尤其这一幕是否让你觉得眼熟呢？没错，像不像侏罗纪公园1中双脊龙撑开伞状围脖的模样呢？将双方的经典镜头进行直观对比，我们就能看到双方屏幕上的黄色花纹又有几分相似。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实中的双脊龙其实并没有这一围脖，甚至其实侏罗纪公园原版小说中的双脊龙也没有这一结构，是导演斯皮尔伯格为了凸显电影这一幕的恐怖氛围，才为双脊龙加了这么一圈斗篷系般的围脖，以增加画面张力，最终被造就了电影中的经典形象。不得不说，血鸟的这个设计真的是创意满满，既直白的致敬了电影中的经典造型，又巧妙的将自己的设计融入到了其中，并且结合的还一点都不生硬，不像某些作品那样只知道完完全全照搬电影中的设定，而没有任何创新。此外，不知大家是否注意过一个虽然无比明显，但却可能被很多人忽视的细节，那便是血鸟的体色。当我第一次开第一人称近距离观察血鸟的鳞片时，就被这精致的蓝色鳞片给狠狠的惊艳到了。不过这个蓝色的鳞片可不只是好看那么简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陆珊瑚台地的很多地区色调也偏蓝呢？没错，血鸟的这个体色同时也是一种环境拟态颜色。大家看，尤其在这一场景中，血鸟便很好的融入到了环境中。这一细节并不只在血鸟身上体现，包括像骚鸟、土沙龙、角龙等等怪物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而除了这个，还有一个细节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由于不同的生态习性，骚鸟和血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脾气。作为掠食者的血鸟领地意识和攻击性明显比偷蛋的机会主义者骚鸟要强得多。一般情况下，游戏中我们无论跟在骚鸟身边多久，哪怕都跟着它进入巢穴了，骚鸟都不会对我们发起袭击。而血鸟就不一样了，只要你在它身边待的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它便会大发雷霆，哪怕最爱的美餐方翼龙就躺在一边，它也要先干掉你这个讨厌的跟踪狂。这些细节上的体现，均是怪猎生态设计上用心的证明。综上总结，血鸟的整体设计可以简单概括为是一只长着无羽驰龙外观，同时加入了侏罗纪双脊龙标志性皮膜以及独具特色的生物光特性。那么，难道这只鸟龙种就真的一点鸟样都没有吗？其实也不尽然。如果各位小伙伴在游戏中曾观察过血鸟的巢穴，便会发现血鸟收藏了不少亮闪闪的贝壳贴在墙壁上，这个行为就有点鸟类的味道了。我们知道，在不少国家民间都流传着鸦科鸟类喜欢偷盗发光物的传说，像是在我国便有乌鸦盗宝的传言，在欧洲也有着喜鹊喜欢偷宝石、玻璃等发光物的说法。不过事实上，目前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证明鸦科鸟类更容易被发光物吸引，这些鸦科鸟类可能只是单纯的好奇心强罢了。毕竟人类使用的物品，例如金属啥的，在自然界并不多见。那么血鸟收集这些贝壳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单纯的一味审美和爱好吗？当然不是。设定集中给出了两种说法，其一是这些贝壳表面泛有光泽，可以反射血鸟的闪光，这一点在游戏中有着非常直观的体现。当我们在巢穴中与血鸟战斗时，贝壳便能反射血鸟的闪光，对我们造成影响，为血鸟的战斗提供了主场优势。第二种说法则认为，这是血鸟的一种示威方式，贝壳贴的越多，就代表自己越强大，同时在繁殖期对雌性的吸引力也更大。这一设定不禁让我想到了现实中园丁鸟科的鸟类，该科下大部分鸟类的雄性都具有搭建球场的习性，像是在经典纪录片《地球脉动》第2季中，便为我们展示了一只大体鸟收集各种物件，包括大量人造物搭建球场，以此向雌性求爱的场景，结果却阴差阳错的将一只尚未长出羽冠的雄鸟当成了雌鸟进行求爱，还赔上了一颗小红心，让人看了爆笑不止。说到这个，我倒开始好奇血鸟雌雄之间的第二性征差异是什么了，会不会也出现成年雄鸟向第二性征尚未发育完全的年轻雄鸟求爱，结果反被年轻雄鸟顺走几颗贝壳的搞笑场景呢？
虽然同样长有一个驰龙类的身体，但是作为掠食者的血鸟在战斗力上显然比它的近亲骚鸟要强得多。游戏中血鸟的身手更加灵活，出招更加迅猛，招式种类更多的同时也更加多变，完美的展现出了驰龙类恐龙在大众印象中迅捷灵敏的形象。尤其是那腾空飞脚及甩尾的招数，个人觉得是游戏中无特效的怪物招式里最帅的之一了。而其独特的照相机技能亦是十分有趣，尽管这一招在游戏中为我们带来了不少苦恼，但是只要找好时机躲避，我们便能将攻势反转，趁机打出一波高额输出。与此同时，这一技能也让前期的我直观的体验到了破坏部位的收益。只要将血鸟的闪光膜破坏，它就再无法使用这一闪光技能，大大降低我们狩猎它的难度。可见这一技能的存在，无疑大幅增加了玩家与血鸟战斗的交互性和趣味性。自《侏罗纪公园》这一里程碑式的恐龙大片上映后，后续的许多文化作品都在从中汲取灵感，打造属于自己的恐龙或怪兽。而血鸟在从影片中的迅猛龙和双脊龙身上汲取了部分灵感的同时，也巧妙地将自身的原创设计融入其中。在我所见过的各种以恐龙为原型的怪兽形象里，无疑是很不错的设计了。